大家好，这边是 TYP Studio 电辅 Rivers， 我是吴建筑师。现在要跟各位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 AI 应用在建筑设计的可能性。AI 怎么样重新去改变你们对于建筑设计的一些提案方式？除此之外，不是只有跟你讲提案而已，还要讲讲怎么样将整个的一些估价系统、估价的前期、后期变更提出来给大家看看。你可以看到这边，在这里呢，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它还可以帮助你去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成本坪数的一些变动。当然，我们可以快速的把提词输入进去，产出的东西就已经不再单纯只有限于一个变化的造型，而是它已经开始可以做一些材料的转换。各位看看这边，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可以清楚的直接将你的一个模型转换成各式各样的内容，同时间可以把你的透视图清清楚楚的把它的范围界定出来。然后在同时，它也不会改变它的一些原来的这个所谓的造型的关系，它还是把它保留得很好。那保留很好之后，你还可以进行一些后续的变化跟处理。此外，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透过一些好的设定之后，可以将楼板的坪数做出来，并且坪数去乘以成本，直接得到面积的总价的一个可能性。这对大家来讲是相当方便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主轴其实是要谈组织性的案例。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要特别去思考一个动作，就是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专门在做提案的一个版本。这两个东西可以让大家去提议一下哈，你就比较能理解说，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我们就给它命个名嘛。命名这件事，我们一直都很重视。你用这个逻辑去看它，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个效果的。好了，我们在里面，我们这边给它设个材料，你去注意一下表面样式一下，会让你很有帮助。所以处理一下表面样式这种，你给它一个 pattern。你给它个颜色，楼板，譬如说我现在楼板给它个红色，那用这个红色下去之后，你的楼板的表面就会有个 pattern 啊，那这样子你大概有了。那厚度我们有时候故意把它弄厚一点是没关系的，这个跟我们平常时的教程有点不太相同，这个是为了 AI 而做的专门的样板，所以你很简单把这件事搞定。好，你看它现在就有表面的 pattern 在上面，所以你的这个 pattern 上面就有个红红的状态，对不对？好，那你刚刚已经知道有几楼了嘛？所以假设我先将这件事情直接复制到2、3、4楼。OK， 我现在 3D 已经有2、3、4楼了。好，现在基本上这边就有一个 box 出来了。好，你注意看，它可以做这个事。我们刚刚做那两件事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看一下，我先把比例拉大一点点。你会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状态，就是你刚刚所做的这个事情，等一下透视图先拉一下。你会发现，当你刚所做的这个事情，在标注这边的材料标签，其实是叫得出你要的内容的，有没有？好，当然，你看，我也可以将这个事情再改变一下，比如说这个名称，我也可以这样做嘛，改变一下它就好了，这小事。你看，就会提案估价建筑楼板、建筑墙体啊。当然，你这个还可以再给它一条线。好，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叫得出来的。那叫得出来，你就可以准备去叫面积了。我们先不急着进 AI， 先把面积叫出来。你看哦，现在我们就先单纯的做楼板就好。我们刚刚都知道嘛，楼板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去快速的去找出一些内容的，所以我们先找一下楼板。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提案估价的楼板明细表。那为了让我们这个整个内容其实是都一样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写上去。好，这样子。那在这个内容呢，你就将你的这个族群类型面积不用看到，就当然要用了哈。类型，等一下把成本抓进去哦哈。然后体积其实不太需要，因为你这不是要算那么细致的东西，描述把它抓进来，然后将你的这个成本抓进来。好，那所以面积一定放最后嘛，好，然后描述在前面，族群类型先这样，你就发现你的这边已经有这个你的类型出来了，而这个是单纯处理的，描述还没有写没关系，等一下说。成本可以抓，所以这个材料的成本是啥？这个材料的成本写在这里面嘛。我们刚刚都说了，如果这是个住宅专用的住宅哈，那你盖一个房子1坪，大概我们抓14万块，好，你就先写这样。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它会有个成本在，但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去计算嘛，所以我们在栏位上面，在成本这边。你先给它做一个新的成本，也就是先把这个面积做，先把它处理一个新的面积成本在这边。
给它一个评述。那你可以写评述，你也可以写建筑评述哈，你自己看哦。但当然这个不是单纯为建筑而做的，其实逻辑上是相通的哈。那我们就先这样，然后先把这个面积把它抓出来，然后你把面积乘上 0.3025， 等一下哦，这个其实用数字就好了。好，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建筑评述。好，成本先把它摆到后面去哦，成本把它摆后面去。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开一个新的，就是总价。也就是说，它去讲各个楼层的总价，所以是楼板，单层楼板总价。那其实最后它应该会整个组合在一起了哈，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总价把它抓出来。楼板总价就小，面积总价，然后后面给它画个评数。好，那这边你就把你刚刚做的这个建筑评数去把它乘上你的成本。好，这时候完成之后，你看到后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价格。那因为它这个评数算起来不太对劲哦，你看这个刚刚我的栏位应该是有些东西算错了，我们看一下它的建筑评数呢，其实是这一个。因为它是数值嘛，我们把它拿掉哈。面积是平方公尺乘上 0.3025， 要除以1一下。好，你除以1，好，基本上这个平方公尺乘完之后，它应该会出现一个评数，看一下建筑评数。这边，这应该是刚刚我们在处理那个面积的数值的公式有点不太对，把这个先删掉。再开一个面积，好，我们先用一个单纯的数值，然后用这个面积去乘上 0.3025， 好，然后把它往上调一下，成本拉往最后，面积总价单品的成本，好。来，你看，把这两个乘在一起，我们等一下把这个事把它搞定哈，这把它乘在一起，这里面有个公式在里头，这个其实是关掉一下，好，用刚刚的这个建筑评数去乘上成本。所以这样就完成了哈。我现在在做这个动作是要模拟大家去理解说，你所做的东西是更接近真实的。因为第一堂 AI 的课程其实告诉大家，你随便乱建都没关系，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办法让你去做出这样的内容。就你看我刚重做了嘛，我也没做什么，你看重做完价格马上就回来了。我刚刚有没有特别去调？没有嘛，我直接就解决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一切，真的就直接在帮助你做一个方便的估价的总项。我跟各位讲哦，你们很有经验的人也有啊，没有经验的人也有。我问你，假设今天把这样板让你的同事或让你的这个合伙的人去做这个事情，他做完就有个估价。所以说这样子的逻辑就比较能够让你去体会说，我今天玩 AI 哈，不要只是在想着那个效果，要想的是我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去提案。那接下来用点窗户了，但我跟各位讲哈，门窗户这件事情在这边其实是一个提词。它是一个提示，对 AI 的提示。到这就 OK 了，我们来拉一个透视图咯。来，准备一下嘛，因为基本该有的都有了。那我们就给它一个透视图给它，从这一段抓一张透视图。注意看到，它的 pattern 是可以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你就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个，你先把它隐藏线起来，好，然后 pattern 你不一定要开，好，你可以这样做。那这样做之后，你这个图就会能够被抓到一些内容嘛。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哦，你的 AI 是会抓你这个资料的。好，那我们把宽度打开。那因为它这个 Dynamic Override 很重要嘛，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去处理一下啊，像 Turbonator 把它打开，很多种可能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好，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它就把它视为是一个耗时的状态啊，可是其实它会去找测试找看。那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这个树
它其实是在用这种 Inkscape 的树。如果你担心这个状况发生，我们就用原来内建的树就好了。原来内建的树呢，它就有这种比较像是这种树干型的树，你把高度拉高一点。假设像这样子，我们再继续开 Evolve Lab 再打开一次。所以你将它这个宽度拉开，所以你们可以看哦，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同步思考的逻辑。那刚刚我们在用的这个内容呢，也开始在涨了哈。你可以看到，事实上它有在拿这件事做一些变动。当然我们可以多做几张哈，再看看它会出现什么事情。让它跑一下，其实不会跑很久哈。好，那现在我们就稍微再延伸一下我们要做的内容哦，因为其实现在不是只有一个 ChatGPT 可以用啊，还有很多可以用。但我拿这个来跟大家做案例，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一点点。其实个人蛮建议用这一个 U.com 的哈。当然，其实有一个不错的方式，就是说它其实不用让你们花很多体力就可以处理一些你们可以做的内容，而且还蛮好记的。就像这个东西，那假设我很喜欢用这个案例哈，好，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内容哈，那我们再把它延伸一下。好，那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处理一些内容。那因为它现在是问它的东西，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试试看用这个方法去处理。你就将这个东西稍微编辑一下。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内容呢，基本上在这边它就都有被存档下来。我们刚刚从这边做到这里都存档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内容呢，我们其实是有在进行的哦，有在进行的。那这一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拿来做提案的动作了。OK， 好，回来刚刚我们这个内容，那我们先开一个 A3 就好了。接下来呢，因为其实在提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将这个图说变成是某个平面图嘛，所以我当然就是不要给它太多，比如说我就是平面图1楼就好了，你只是跟他讲个提案大概观念关系嘛，所以你可以把平面图1楼抓进来，当然你就要抓一下尺寸了。等一下啊，然后你在做这个图说的时候呢，你可以将你不需要的东西隐藏起来，然后你把你的范围框打开，把它切好，切到你要的位置，然后回到这边来，你看到它这边就可以出现你基本的平面图在这边。那平面图完成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你的人脑图组刚刚不是已经抓了吗？对不对？所以这张图说你也可以将它抓进来。刚刚我们不是有抓一些简单的透视图吗？透视之前是不是有个估价明细表？你可以抓进来。好，你看你这边就会有一个清楚的描述哈，坪数也有嘛，成本也有嘛，好，面积总价也有，这边就有出现答案了。然后回到这边来，你将这个估价清单抓进来。所以客户在问你的时候，你已经大概可以回答他了。你看这边，他就会有一个简单的提案估价清单，他可以在旁边讲。好，那因为这东西一定要能够让客户看得懂，而且也感觉得到你是有诚意的，所以你可以将这件事情做点排版。好，然后接下来你刚刚的那些图说就可以拿来用了，这样你大概就有一个稍微比较吸睛的东西在上面，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讲我们怎么样将内部的一些东西做一些处理，像这张图可不可以 render？ 是可以的哦。你看哦，但我刻意建议大家尽量要把这个品类把它藏起来，再去开 Veras AI。人角透视它一样可以处理。那刚刚我们的 prompt 其实有留着嘛？那它其实就是这一个打开了。那刚刚 U.com 在这个地方，我们将这个 U.com 打开，这个 style 还有，那我们将这地方再复制一次。好，那我们再 render 一下，看看它能够帮助你做些什么。就是你可以把原来的留着，也把这个东西迭代出来，这样子你就可以去产出一些过程。对照一下，主要就是让你可以去处理到这个内容。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跟各位分析哈？其实我以前还没有它改版到这个时候，我不认为 render 是个好事。
好，但事实上在这个状况，它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不错的效果了哈。OK， 我觉得差不多像这样，先这样子啊。那我们就先透过这个事情一样，但我们刚刚已经做好这个事情来，你可以在旁边抓一些小的去帮助你。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状态它已经出现一种很像是在做 render 的动作了。我们让它在提案2的地方拆掉，好，1的时候2拆掉，然后我们再回到阶段再处理一下，再加一个提案2，我们多加一个阶段给它，在这个上面加一个1至1拆除，然后这边再新建一个。好，那我们回到刚刚，我们再重新选一次筛选给它。我们将这个楼层薄幕墙这个东西这边关掉，然后我让它在拆除这边拆掉。注意看哦，这个是灯塔透视图，我先命名一下这是方案1，然后我复制一张方案2，这个阶段我把它选到2的地方，看都不见了。那我们将这个东西重新抓一下，因为我刚刚全部都弄了，不让它拆，它就是不拆了。所以方案2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原来的这个状态。来，我们来做另外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地方我复制一张图出来，让它变成是平面图方案2的平面图 FL1，而这个刚刚这个设为方案1。好，方案2的呢，我就将这根开到在第2个提案的时候，让它只剩这个东西。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在这边所画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提案2的估价去做这个事情。我现在很快速做，我只让各位理解，其实这件事完全就可以执行的，只是看你怎么去思考这个差异而已。假设方案2是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们是在提案2的地方开始出来的。你可以看到这个1不会出现这个，2才会出现这个。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我故意这边画，我就不抓楼层了故意这边画，我从这边设2到3楼，2到4楼。假设我这边是做一个这样的房子，好，你看这个方案2的灯塔透视图这张，我把它从2到4楼建上去。假设我故意做一个这样的房子就好，这边很简单一个房子就好了。然后在方案2的地方放另外一棵树，这个东西在2的地方才提案有，所以它只有2会出现。好，那楼板1楼，注意看阶段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有确定它是在什么阶段的所以我提案楼板在方案2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做的。等一下，我先存档。方案2的地方，我楼板叫出来，将它一样做估价楼板。好 ，OK。所以你看，这个方案的楼板有了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在方案的楼板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楼层。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方便去操作，你没有非要用这个平面图去做，你也可以像这样处理。只要设定好楼层在2楼，先确定。你一样可以在这边直接点选，直接叫出东西来。你看它一样在2楼，那你只要确认楼板是这样就好。同时间这个不用叫嘛这个就让它0。然后你看继续做楼板，你一样可以设定在4楼的位置，然后你点它，然后让它负100。OK， 所以你看这边已经有这个内容了。那我现在回来抓透视图，这是方案1嘛？我跟各位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处理这个事情，就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在做这个内容其实是有一定程度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去变动的，要不然其实你做的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不能拿来做第2个样式，很可惜。所以这边是方案02。你看方案02这边，我们就直接选择提案2的地方，直接变这个状态了。好，
当然这个楼板我还没做上去呢，所以我们稍微再调整一下这块楼板，把刚刚这个方案2这个楼板吃过来。要是这样，那我们在2楼的地方，我们刚刚在3D 方案2的地方，我们一样可以给它设一个围墙，这是围墙嘛，女儿墙嘛，然后将这个地方交一圈，然后将这个东西呢，从2楼不要设高度，只有设110公分，重做，来，我们直接从这个2楼的女儿墙，从这个2楼的地方不设高度的状态，直接设110，然后这边拉一圈，看它就长上来了。好，所以说我现在这边再装个门哈，一样啊，门，我这边先开个门给他，然后这边开另外一个小的门给他。这个案子我刻意就不要做窗户了哈，然后在这边方案2，你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画面。来，各位，你看哦，1跟2是同时并存的，也就是说这2件事情它其实是可以同时并存的。我不确定今天的学员们，你们多少人有在用阶段哈，但阶段在提案上面其实是相当有帮助的，因为你是在同一个案子里去解决不同的可能性。我原来是没有很期待 AI 为我们 render 哈，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 AI render 的机会越来越高了，这绝对是好事。但它你很难控制它 render 的结果，但至少它的造型不会跑掉。来，我先暂停，让大家休息一下。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的，按一下1，好不好？谢谢。我不知不觉就不小心帮大家教更多一点了，因为我迫不及待想要把我们研究过来的一些可以真的落地执行的东西教给大家，不要让大家冤枉的走在一些没有必要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也希望这边去跟大家 share。我们再拿这个方案2来稍微 render 一下哈，我们把它丢回去，我们开一下 AI， 我们用我们刚刚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名称再稍微处理一下，我们把 AI 打开。重新开一下这个内容，加到里面去。好，你看哦，这边我一样做嘛哈，那我先多跑几张没关系 ，render 一下。这个时间点呢，有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我透过这件事情就可以跟业主处理，马上给他看。但是你其实在同个案子里头，所以最后要选哪个案子对你来说都没关系。你看这样做不是很方便吗？直接就有1张图、2张图、3张图，看起来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没有错啦，但事实上它并没有把你的造型变掉太多。这相较之下比 ChatGPT 跟这个 Midjourney 的组合来的感觉方便一些。那你看右边这几条线产生的这个东西就要小心。为什么我刚刚有预设大家尽量把这个关掉？因为 AI 其实是透过你给它的资讯或者你给它的图像去处理的，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你们所给它的内容，它是完全都看得到的，而不会看不到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这个事情哦，不然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你看，我这个事情觉得不行嘛，对，赶快把这个藏起来。再来一次，再开关一下，好，然后再把它打开来弄一下。一样这样处理一下哈，那这样子之后，我们再给它 terminate 一下，然后这个打开。其实各位哈，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感觉到，不论你是不是我们全球班课程的学员都无妨，那我希望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一切的目标，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更加优化、更加有效率，而且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做完的东西不会浪费。你们能认同我说这句话吗？我们现在所做到这边，可以的话帮我按一下 yes 好不好？写 yes 3个字，谢谢。好，所以你看，我们已经有这几张图做了，所以从这张拉到这张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哦。假设我现在一样，我的资料库都有嘛，资料都有，我先关掉了啊。我们回到刚刚这张图案，你看这张图有在这里，所以方案1的这个图。方案2的图，好，假设我这边弄成是一样300分之一，
然后选择没有颜色。好，这个一样的围墙嘛，对不对？它没有太大变化嘛，一样围墙。那我一样把这个打开一点点，切好，然后回到这边来，方案2这边有没有？1跟2都有了。啊，我再稍微往下拉动。这张图呢，我可以缩小一点嘛，因为现在两个案子要排嘛，我偏400%试试看嘛。再缩小一点没关系。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所以我可以将这张图拉过来，2拉过来，来拉下来一点点。这个排版看自己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小事啊，因为排版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大问题。麻烦的是各位不知道自己在画些啥，比较头痛。你在画什么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有帮助了，你应该就会画起来比较带劲一点。好来，所以这边有第一个方案嘛，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往上抬动一下。好，那这边再吃过来一点点，这个不需要这么大，我们缩小一点，往右排。排的紧凑一些些，这是一个方案。好，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分两边了哈，比如说我将这个地方带过来。好，刚刚我们所做的第二个方案，在这有没有？这边有，虽然这看起来很 rough 啊，但没关系，我们这重点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是可以比较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状态，你所做的这个内容完全就是已经可以拿来做现况处理了。假设我们就以我们这个案子来说好了啊，我们这个业主就是他希望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案子跟比较复杂的案子啊，那我们就是做2个案子给他。其实跟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老实说，我到现在。还边教边做呢，对不对？我也还没有说什么我要特别做什么事情。像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个动作就开始来了嘛。看我们做的第一个案例在这上面嘛，然后这个第2个案例在上面。好，所以如果你紧凑了来弄，事实上可以弄出这样的内容。啊，这叫透视图。好，来，这叫透视图，一样。存存档哦，开一下。编辑表也是哦，我等一下做给你看，我就是要做给你看，这样才好玩。今天的课程才会非常有价值，而且你会觉得说，真的它能帮到你忙哦，不然就太可惜了。好，我们看一下刚刚的估价清单，因为现在它这个在提案1，所以我们更名一下，就是提案01。的估价清单，好，将这个复制过来，提案02的估价清单，好，提案02估价清单在这里，我们将这个阶段呢，先筛选在2，而这个是1的，选1跟1，好，所以当这张图在这个地方02的就在这里，你看02在这边，01在这里。你已经完全看到了，那我这边 render 完了哈 ，render 完了，然后我就简单拉过来一下，一样啊。当然，控制的列表你还可以再处理一下了啊。不过跟各位表示的其实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有没有觉得提案真的变得跟你过往的行为模式真的会完全不一样啊？你们觉得会的按一下1好不好？就我们提案模式就已经不是传统的做法了，而且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么累的，因为你做完你都知道以后你还用得到。各位，因为你是我们的学员哦，所以我们特地把这件事教出来给大家看，这其实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做法。同造型、不同材质，没有，主要是它的资讯有没有拿来用啊？其实造型不是那么重要，资讯，我还是要常跟你讲，资讯的逻辑要先放在前头。如果它会拿来做不同的动作，你再去处理它的命名。如果它没有，那就不用太 care 这个事情，好吧？然后来过来，开始给它一点点标注嘛，对不对？我们都说好了，我们刚刚做了一些动作，
得到标签，你就可以稍微将这个内容处理一下。当然不是要你写这个字啊，我只是想跟各位提醒说，你所做的这个内容呢，只要你有曾经把这个事情搞定，你就可以真的详细的将这个内容的一些文字叫出来。你不用觉得说你的内容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举一反三，如果你今天想要给你的业主看到一些内容，那当然你就要写一些东西出来啊，你不写当然不行啊，对不对？你有写就会有差。好，那我想今天这个东西应该让大家应该是有感的知道整个 AI 的应用的提案的一些可能性哦，不是在单纯的只是 render， 而是应用整个的逻辑跟架构。来，为我帮忙一下，我自己也帮忙自己一下。你觉得这种提案方式对你可以有比较系统性的整理头脑，并且可以帮助你去转换成新的流程的，帮我写个 yes 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大家。所以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并不是在谈所谓的技术问题。我觉得技术问题一定会随着时代不断的往前推进，但真正的帮助自己的，应该会是你怎么去应用你整个流程架构。那这件事情我今天还没有讲到强啊，但我觉得强也不用太 care， 因为某种程度来说，在一个比较粗略的做法，用坪数成本就可以抓住一个简单的一个估价，那你就知道说大概这个房子以这样的坪数来讲，325坪大概怎么样去盖，而这边有440坪怎么样去盖，大概又可以得到一个答案，而且你有基本的平面图。当然我们这个是很快速的提案哦，你也可以在上面稍微再做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隔间啊，或是放一些人车树啊，或者做一些 pattern。不过不论怎么样，帮助你做的这个动作，下一次可以再进行，绝对是有帮助的。最后跟大家介绍这本已经上市的书，这本书呢是集结了我们将近20年来的所有的建筑跟室内设计的精华，而这本书呢跟你讲了怎么样去好好的串联你整个设计的逻辑，并且在过往到现在的这些问题当中，怎么样去回圈，怎么样去让自己一直在浪费时间改图的这种问题，我们拿出来谈，告诉大家怎么样做一次全部完成。基本上如果你过往没有机会上过我们的课的人，这本书非常欢迎你预购，第一刷我会亲自签名自赠给大家，有兴趣的记得在我们下面的这个留言看一下。同时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课程呢，也是我们的 AI 专课的课程，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来跟我们加入。